妈，这高级燕窝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我一打开门就看到一包东西，你怎么知道人家有没有下降头啊？哎呀，下降头要花那么大本钱吗？这是高级燕窝啊，不是普通的燕窝哎！我在海产店打过工的，是好燕窝还是烂燕窝，我一眼看就知道了。打过工，只打3天而已。虽然我只打过3天工，但是对燕窝的价值啊了如指掌啊！这里一罐就起码200多块。哇妈，你以为你是千万富翁啊？高级燕窝当垃圾丢，哎呦！是我丢的，又怎么样啊？嘿，那当然是丢进我的房里啦！喂，走！你出去的东西，对，不给，给我，不给，我不给啊！喂，段文芳，是你？你怎么会在我家的？这是你家？不是我家，难道是你家？小女儿嘛，怎么一回事啊？他是我孙子，啊，就是他坑走了你的棺材本，不就是他？啊，你这个人真没人性啊，连自己祖母的钱都要骗走啊！喂，你还没说清楚，干嘛在这里？你就出口伤人啊！哎呦，还有个男人在这里，阿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打算把房间租给他们。我正想告诉小女儿嘛，我们决定租下来了。喂，你们决定租下来，我们还没决定租给你们呢。阿妈，喂，有没有搞错啊？我们有没有穷到呢，要把房子租给人家那么凄凉呢？我们快要饭都没有得吃了，还不够凄凉？阿妈，你不要在外人面前博同情扮可怜。我呢，其实1年半载啊，不是30-50天呢，就会搞点钱回来孝敬你的。你那一点钱还好意思说啊？买个册子都不够。哇嘛，你的册子是精打的嘛，人呢够吃够用就好了。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啊莫强求。人啊要知足常乐，知足常乐你懂不懂？我当然懂这一句啊，人够用够吃就好，人要知足常乐，是我常说的。切，你有没有 copyright？ 是你说的可以，不是你说的；不是你说也可以是你说的。明明是你说的，你说不是我说的，那也许真的不是我说的。但是明明是你说的，我说是你说的，那就是真的是你说的啊。所以啊，刚才你说连饭都没得吃，就表示我这个孙子没有好好照顾你。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啊，我有好好照顾你啊，我时不时会搞点钱回来孝敬你，这一点你也没加以否认啊。所以啊，如果你再污蔑我的话，我就要请律师。请律师做什么？请律师告你啊，侠女！谁打我？哎，干嘛有莲藕的？今晚炖汤的哈。最恨你这种不孝子孙了，花掉老人家的棺材本已经很过分了，还要说这些不是人说的话，也没有人听懂的话来教训老人家。更过分的是啊，还要请律师来告他。真的是没人性，太过分，太过分！哎，不要打啦！喂，你还笑？恶人有恶报。哇，还做我恶人有恶报！你这个什么侠女啊，简直啊就是邪女啊！邪女，你们听听，她竟然叫我邪女，宝贝孙女，再给我打！哎，所以是你的宝贝孙女啊？她就是我的孙女。啊！哇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你的脸皮也真够厚啊！这样就人家做孙女，别说我没警告你啊！我就是这么不小心当了他的孙子，才会有这样的下场的。我才一时大意啊，认了你这个孙子，哎呀，早晚会被你气到爆血管。哎，你放心，你已经被我们刺激了，抵抗力十足，所向无敌，百毒不侵啊！要报都难呢。哎呦，原来你们是在闹着玩的。哎呀，他是老顽童是这样的啦，不要怪他，不要怪他啊。我们是这样的，没有被吓到吧？阿妈，你还没告诉我啊，这高级燕窝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两婆孙真有趣，我差一点被他们骗了。芳芳啊，我们还是另外找地方住吧，我不放心住在这里。怎么了？我觉得这里挺好的啊。你不觉得那两婆孙都很奇怪吗？这是他们的沟通方式，能够这样子闹着玩，证明他们婆孙之间的感情非常的好。
你别忘了，还有一个没出现的什么亲戚啊？啊，你是说大哥大的堂叔？那你听，连名字叫什么大哥大的，分明就是混黑社会的嘛。我上班时，我怎么放心留你一个人在家？我们走吧。不，我就要住在这里。人生有很多未知的事会发生，没什么好怕的。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小社区。我记得之前你在信里说过，这里是高尚住宅区。对不起啊，我是不想你担心，所以才骗你说我住在高尚住宅区的。其实这里住的都是社会低层的新加坡人。你不需要跟我道歉，这里的环境清幽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在这里所遇到的人都非常的善良，就像杂货店小老板、侠女阿嬷、清洁工哥巴，还有一些连名字我都叫不出来的人，在我不舒服的时候，他们买凉茶给我喝。所以对我来说，这里就是高尚住宅区，我要住在这里。姐，吓死我啦！怎么不敲门啊？姐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回来，好像中马票这样。妈咪让我回来，我比中马票还要开心。你以为他真的舍得赶你走吗？他只不过是说气话而已。如果你真的走啊，他一定吃不下、睡不着的。那证明妈咪还是爱我的，对吗？是啦是啦。怎么一身药水味啊？这不是药水味，这是清洁剂的香味。什么工作不好做，去做可以呢？你不觉得不好意思吗？不会啊，工作是不分贵贱的嘛。姐，你不舒服啊？是啦，这么恶心的话你也说得出口，别害我吐满地啊！没关系啦，有工作就做咯。妈咪说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去餐厅点菜捧菜也好过做 cleaner 啦。我又不是没做过，我点菜每次都点错，我捧菜每次都打破碗盘。随便你啦。工作累不累？是有一点点累，不过重点不是累，是洗男厕所有一点点不好意思。有没有搞错？叫你去洗厕所，我还以为你是清洁 office 啊。妈咪，妈咪，姐，妈咪，要干嘛？什么事？你周末让妹妹去洗厕所，而且还是男厕所。你以为我是 supervisor， 工作又不是我分配的。那你们不能让 supervisor 让妹妹去清洁 office 吗？姐没事啦。英姐说，很多清洁安迪的年纪都很大了，所以安排他们去清洁 office。英姐有先问我介不介意洗厕所，我说不介意的。你怎么那么笨啊？人家摆明是在利用你嘛。那些安迪都60、70岁了，做些轻松的工作有什么不对？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少在这里乱骂人。姐，我真的没事啦。你不要傻乎乎的跟他卖命，随便洗洗就算了。什么随便洗洗啊？啊，有这样教你妹妹的吗？洗厕所啊也有责任感的。洗厕所也有责任感啊？做清洁工人没有责任感，那做什么工作需要责任呢？我学校清洁工人还不是一样，厕所洗了好像没洗一样。你都会 complain 人家，你还教你妹妹学那些没有责任感的人。妈咪不是啦，姐是心疼我啦。你不要肉麻啦。妈咪，我来帮你。去开门。哦。先看看是谁，再开门。如果是那个衰人，你知道该怎么做啦？我知道，如果是那个人的话，我就不开门。
伟雄姐，妈咪是伟雄姐。伟雄姐，你真的很厉害耶！我妈咪没有再生我的气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妈咪卤了一些猪皮呀、猪肠，还有豆干，给你们吃的。妈咪，伟雄姐煮了东西给我们吃。跟你妈讲不用啦，整天拿东西来不好意思。没关系啦，大家都是邻居。那，谢谢啊。好冷漠哦。纸皮婆，纸皮婆，纸皮婆，我是伟雄，开门吧。怎么回事？纸皮婆啊，我妈煮了一些卤肉，她叫我拿来给你吃的。你家里是不是有人啊？阿翔，阿翔，阿翔，你不要叫阿翔！你走开啊！阿翔！渺小也可以拥有蓝天，温柔借你一点泪，让雨水带着泪，避开了宿命，摆脱远滚开啊！你不要命啦？哇，在练铁头功啊，拍功夫片啊！你们全部给我滚开！滚开！哇，你嘴巴很粗，你还有刷牙你！滚开呀！不要这样，阿翔，你不要这样！滚开！小心！你有什么事情不能够好好商量，非要这样折磨自己呢？根本没得商量啦，他根本就控制不了自己。你看，你怎么知道？你以为我大哥大的威名是白叫的吗？我14岁啊就出来混世界，有什么没看过啊？吸白粉的人，毒瘾一发作啊就会撞墙了。那我像他这样了，我没说错吧？为什么啊？要变狼人啊？要变都不行啦，因为你连当狼人都没资格，你根本就是个废人呐！啊，你看，你再这样下去啊，肯定死的是你呀！阿翔，阿翔，阿翔，你怎么了，阿翔？我看我还是叫救护车吧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叫救护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看过他这样，一下子就没事的。他可能是脑震荡，如果不及时送院的话，可能后果会很严重的。他的意思是说会死啊！你看这种读书人就是这样，说话不清不楚。他有说过，有什么事都不可以送他去医院。有什么比命更重要啊？虚名啊！堂堂一个大明星，落到这个地步啊！你看，哎呀，你们不要讲这样来说来玩的，真的是不要讲。纸皮婆，婆什么？不要婆婆妈妈，叫你走就走啦。纸皮婆啊，我跟你说，如果你发现他有什么不对劲，你记得要叫救护车啊。我刚才啊经过纸皮婆的家时候啊，我听到杀猪一样的声音啊，什么你干嘛啊之类的，然后我就冲进去想来一个英雄救美，啊不对，是英雄救大狗熊啊，哎，然后就误打误撞啊，救了刚刚证实是纸皮婆儿子的过气大明星。真没想到，曾经红极一时的罗北，居然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这就是告诉我们啊，名和利都像个屁，砰一声什么都没了。你怎么这么粗俗啊？我就是那么粗俗，我是粗人一个嘛，我又不是小白脸。什么小白脸啊？哦，我是说我又不是小白脸，娘娘腔。哎呀，你很坏嘞，偷听人家说话。总得要想个办法啊。啊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出事嘛。你想干什么？报警咯。喂，不要啦。虽然报警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，但至少罗北可以入院接受治疗啊。虽然最后会被判坐牢或进戒毒所，但也是一次重生的机会啊。这是真的是要闹出人命啊，分分钟啊是2条人命啊。什么意思啊？那罗北既然把虚名看得这么重，搞不好啊警察在敲门的时候他就跳下去了。如果纸皮婆失去了儿子，你觉得他还能撑多久啊？难道什么都不做啊？不是不做，是没得做啊。你说要重生，哪有那么容易？
不是每个送去戒毒所啊、坐牢，都会得到重生的机会的。有多少的人去坐完牢出来，戒毒所戒完毒出来，还不是一样重犯？如果当事人啊没有重生的觉悟，就算全世界的人叫他们重生啊，叫他们改过啊，那也只是制造噪音罢了。然后就回家冲个凉，然后等吃饭。吃完饭之后呢，就吃一片西瓜，戳戳肚子，放个屁。你以为你自己是超级英雄啊？你只不过是一只大狗熊啊，能改变这乱七八糟的世界吗？喂，你不是回家吃西瓜吗？你跟在我背后干嘛？哦，这样啊 ，OK。那你说你不喜欢我跟在你的屁股后面嘛？那你跟在我的屁股后面啊。哎，你去哪？去你的家啦。去我家干嘛？不去你家怎么收麻将钱啊？麻将婆啊，欠我8块2毛半麻将钱呐！哎，走开走开。这是我1点棺材本，拿去吸毒。你要是吸不死，等我双眼一闭，你就打电话给福利部，叫他们来跟我收尸，这样连棺材都可以升起来。年轻人这么小家子气，连8块2毛半都要追到家里来讨。麻将婆，我也是为你好啊，什么都可以欠，赌债啊，绝对一定恐崩不可以欠啊，越欠越倒霉，10赌9输哦。是谁在放屁乱说的？不就是英明神武的我大哥大说的啊？小财不出，大财不入。你不是欠我10万8万，只不过欠我区区88块2毛半而已嘛。什么？88块2毛半？你刚刚明明说是8块2毛半的。8块2毛半是最近的事情，不过刚刚我讲啊讲，突然想起大年初3的时候你欠我80块啊，因为我贵人事忙，没时间来跟你收。怎么气了？大年初3的事你还拿来讲，前2天的事我都还未必记得。麻将婆，你不记得我记得吗？我的头脑啊跟 computer 有得 fight 啊。那你不会说我上辈子还欠你的，不是更好？嘿，那真的是有可能的啊。不过上辈子的事情就算了，不要说没有啦，我给你 discount 10%，OK？ 哎，你说够了没有啊？妈，像他这种没有出息的男人，我看了就生气。正经事不干，就干这些混账的事，我越看越火，越看越火。他在说谁啊？不就是你喽？我 ？This is impossible。我大哥大一腔侠骨柔情，从小把老师教的助人为快乐之本深深的记在脑海里。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拔刀相助好像太暴力了，应该是路见不平啊，出拳相助，充分的发挥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的精神。所以坚持麻将婆你还我88块2毛半的赌债。他刚才说的越见越火的人，怎么可能是我呢？周发达 ，Yes， 88块2毛半是吧？哎，还你啊！剩下的11块7毛半，给你买药吃啊！熊啊，发达是开玩笑的，你为什么这么认真？我不是开玩笑的，我是认真的。哎呦，电话响了，快去听。去啦。喂，大狗熊啊，11块7毛半买药都不够哎。发达，对不起嘞，这孩子哦，脾气就是这么臭。没关系啦，大狗熊脾气就这么暴躁的。好啊，待会见。拜拜。待会见呢？哇，相差这么远，搞错。妈，我不在家吃晚餐啦，我约了同学做 project。冤枉啊！冤枉啊！有人冤枉清白无辜的人，还脸臭臭不认账；有人冤枉清白无辜的人，还要假假去做 project。你说，我到底冤枉你什么？
你冤枉我没出息，又死不要脸去找麻将婆讨债。事实不是这样吗？表面是这样，但事实不是这样。那你说事实是怎么样的啊？你也知道，你阿嬷打麻将只有赢没有输的，钱只有进没有出。她赢钱的时候啊，就代平安；输钱的时候就叫人家去跟你妈收钱。再这样下去啊，会一步破产都假啦。我就是等她不认那区88块2毛半的账，我就可以到处去唱衰她。等消息传播整个打勾大的时候，那些牌友啊看见她都会闪啊。你妈就不用整天帮她还赌债。眼看我的绝招就快成功了，你却闪出来破坏我的好事。你还强词夺理，振振有词是吧？什么振振有词？应该是义正言辞。啊，你看我的华语是不是很厉害啦？啊，不过我不会怪你的。你还要怪我什么啊？你用钞票打我的脸，那是很侮辱人的。还好不是那种小气的男人，要不然啊，就算跟你做7世夫妻啊，我也铁定跟你翻脸。谁跟你是夫妻啊？每次占我便宜，我都没有跟你翻脸。不过我这次是 over 了一点 ，sorry 咯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我也知道你是爱之深责之切。哇，你干嘛？你要不要再爱的更深一点呢？你我痛，哇，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我家住3楼啊，你不让我进去，很不人道的啊。你这么高这么壮，你不会走楼梯啊？走就走了。哎，大狗熊，这么巧啊！我们真的是啊，有缘楼下来相会啊。圆你的头啊！你这懒惰星怎么冤魂不散啊你？我突然想起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想要对你说，但是如果我不说的话，我真的是后悔一辈子的。那你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 ，OK？ 我赶时间呐。啊，很快的啊！我要说的话其实很简单，只有3个字，虽然短短3个字啊，但是是非常振奋人心、惊天动地的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嗯。真的准备好了？嗯。我要说了，我真的要说了。快说。我爱你。OK。喂，我说的那么惊天动地、振奋人心的话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你说完啦？说完我走啦，拜拜。哇，还有 Part 2，还有 Part 2。那你说完 Part 2是不是也要说 Part 3呢？那我是不是也要给你反应啊？我真的很爱你，就是因为我真的很爱你，所以才不让你去见那个小白脸。我知道你去做 project 是假的，去找那个小白脸才是真的，因为你说话从来没有那么温柔过。喜欢一个人没有错，暗恋一个人更加没有错，但是如果你喜欢和暗恋的是会带你去秘密沙滩派对，和买啤酒25块钱都会伸手跟你要的小白脸，你真的很阴险呢。阴险的不是我啊，是那个小白脸啊。你不要再叫他小白脸了。好，不要叫他小白脸，那叫他小混蛋。他除了买啤酒之外，还买了一样情到浓时需要用到的东西啊。大狗熊啊，你平时一副精明盖世的样子，什么谈感情的时候就变笨了。那个小混蛋啊，根本就是想玩弄你而已。他不止玩弄你啊，玩弄你之后还要你买单，简直就是啊，卑鄙无耻下流。骂得对啊，卑鄙无耻下流啊！大狗熊，你踩得那么厉害，你有看那个卑鄙无耻下流小混蛋啊？你就喂，你干什么？我骂的是你啊！啊！我不准你诋毁 Jack。还有啊，不要在我面前说错的话。哎呀，喂，大狗熊，不要跟他上酒店啊！不是，说错了，不要跟他上夜店啊！上了夜店也不要乱喝饮料啊！记住啊！什么？婶，你要把房间租出去啊？哇，这样你要睡哪里？他说啊，要在我们房里打地铺啊。这怎么可以嘞？怎么不可以？难道要我睡厕所啊？房间和厕所中间还有一个厅啊。哇，这种话你都说得出来？哎，我们3个谁的辈分最小？你嘞？
所以呢，你应该把你的床让给我，我的床让给沈，房间和厕所中间的厅让给你。哇，你真的是够奸啊你！怎么奸啊？敬老尊贤本来就是华人的美德嘛，敢说你睡床，沈睡地板了，这样有道理吗？说啊，沈，你说有道理吗？你要我静静很难呢，我这个叔叔怎么样都会挺身而出的。我跟你讲，好啦，我屁都没有放一个，你们两个说那么多，我打地铺30多年了，叫我睡床我睡得着吗？你们两个没事找事，能不能好好吃一餐饭呐？哇，妈，你今天怎么那么不正常啊？在我印象中，不管是 4D 跳字，还是最折磨人的牙痛，你都不会哎一声的。是，我觉得你有点奇怪，从刚才到现在嘻嘻嗨嗨的。啊，今天的饭不软又不硬，大师水准呢。对啊，这个汤也是咸到我有点不好意思讲嘞。这菜 OK， 很好吃。什么 OK？ 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连一条虫都没有啊！哎呦，你不讲我没有注意到，真是一条虫都没有了。哎呀，你们两个啊，要吃就吃，不吃就给我滚蛋！哎呀，好了，别嘻嘻嗨嗨的，你讲出来到底什么心事？对啊，你有事就说出来，不说出来的话，就好像大便大不出啊！哎，吃饭时间什么大便大什么便呢？你看到他这个样子，你还吃得下吗？那倒也是啊，沈，我现在最关心你的，讲嘞，什么事？阿嬷，你唉声叹气的话会加速苍老的。你看，多2条皱纹了。是吗？这怎么得了？所以呢，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。不过你不说的话，我这个大哥大也会猜到1、2。然后呢？讲了，懂又不讲。阿嬷会唉声叹气，肯定跟那个价值连城的燕窝有关。哇，我们家里有价值连城的燕窝，这我不知道啊，放哪里啊？不用找啦，说明是价值连城嘛，会让你找到吗？你这个家伙有好料自己收起来，难道让你来抢啊？你妈！哇，阿嬷，再怎么生气，也不能骂脏话的。是喽。你妈！哇，又来啊！喂，小心被那些大众媒体啊打电话去报馆投诉你啊！我是说你他妈！哇，完了，你妈他妈到处乱飞，肯定被投诉了。那些燕窝啊，是你妈拿来的。早说嘛！去你的！哎，你干什么？我来收拾残局啊！收拾残局，你敢捡的话，我就跟你断绝关系啊！你不可以这样子的，新加坡不可以乱丢垃圾，你不可以因为心情不好就把洗衣机啊、脚踏车。我有丢这些东西下去吗？是没有，但是丢燕窝是一样的。好啊，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。我帮你捡去楼层。哎呦，怎么浪费？沈啊，他妈不是人间消失了，怎么突然间出现？他已经来过3次了，每次都带东西和钱，都被我赶走了。我就是穷到去当乞丐，也不会收他的一丝一毫。真的啊，还有脸出现呢？他说他得了绝症。哇，这样真的是老天有眼哦。这种话能说吗？哎呦，阿婶啊，就算是天打雷劈啊，把我劈到烧焦，我还是要说的。他怎么可以对你儿子、我堂哥他老爸这个样子呢？就因为她丈夫破产，不能够让她好吃好住，就跟别的男人跑掉。更可笑啊，是这个男人害她丈夫破产啊！哼，背叛丈夫，抛弃儿子，还有脸回来见人。切！不要再说了。他得了绝症，关我们什么屁事？需要人 report 吗？他说在动手术之前要见你最后一面。那么老土的剧情啊，还会有人看吗？关电视啊！对了，这种老土剧本没有人写的，谁会写呢？管他谁写的啦，关电视，眼不见为净，关电视啊！喂，关电视啊！电视都没有开。
没有开就开了再关啊！关灯睡觉。不要管他，我们吃饭。你不要再逼我啦！你真的逼我跳楼啊！我真的跳下去，你1分钱也收不到啦！啊，你相信我，相信我，我刚刚接到做生意，过2天就过账给我了。总之，哇，爸爸又我出国旅行啊！什么出国旅行？不想见到你啊！见到你啊，没有马票中啊！啊，婶呐婶呐，出来呀！你的孙呐要离家出走啦！你敢离家出走，我就跟你断绝祖孙关系。哎呀，煽情的戏还没演完呢，离家出走，把电视砸掉了。你要去哪里呀？你说穷到连房子都要租出去啊？我出去赚点钱回来给你。你每次出去啊，至少1、2个月，而且连个消息都没有。你到底是去哪里？去问我的同宗周杰伦呐。周杰伦是谁？台湾那个很会唱歌又拍电影那个啦，你懂是谁吗？不懂啦。哎呀，总之是不能说的秘密啦。你看，人家说走就走，他是走也不说一声。哎呦，我在，你怕什么呢？哇塞，你是洗衣还是冲凉的啊？嗨，很不自在吗？也不是。第一次上夜店，嗯，很多事情都要去 explore， 去探索。就像我带你去沙滩 party 一样，我也没去过，所以想要去看看是怎么一回事。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喜欢体验新鲜事的女孩，如果知道你这么排斥，我就不会带你去了。我没有排斥，我只是……你不信任我？也不是。我希望你相信我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到丝毫的伤害。老实说，我以前也不怎么喜欢上夜店，总觉得喝酒跳舞蛮颓废的。可是啊，这个想法已经落伍了。上 pub 喝个小酒，去夜店松懈一下心情，好像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。我听说啊，有些律师楼还会为新的律师办个 drinking party， 测试大家的酒量。很多资深的律师和菜鸟律师交流时，请他们喝的不是咖啡，而是酒。哎，你是说要当律师就要学会喝酒啊？这当然也不是绝对的。可是啊，当大家喝的是酒的时候，你却喝的是果汁，人家就会觉得你是异类。其实啊，有很多酒的酒精很低，就像这水果酒，酒精含量微不足道，跟喝果汁没差别。试试吧。谢谢。不要跟他上夜店啊！上了夜店也不要乱喝饮料啊！不想喝就别勉强。我试试。我为什么要听懒惰星的话？怎样？还不错，没有什么酒精的味道。Cheers。Cheers。是。啊切！啊切！啊切！哇，没搞错啊！喷嚏打个不停的，好像是雷达发出警告一样。难道是大狗熊有状况？哎，佢可唔可以等嚟吸？吸。哦。怎么了？这号码怪怪的，你看。像是国外号码
80%是欺诈电话也接了。喝完这杯，我就送你回去。大哥大，扔哪了？มาแล้วมาแล้ว 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哎，你在找什么？我在找我的手机，我要打电话回家。好，哎，给我，我帮你找。嗯，我帮你找了。帮我找。哎，你手机没电了。哎，没关系啦。啊，我现在就送你回去，好不好？走。taxi。哎，司机大哥，我们去这间酒店。是我。哎呀，人吓人没有药医的，还好我没有心脏病，要不然啊，活被你吓死啊！妈，熊到现在都还没回来。现在几点呢？已经2点多了。啊，这么迟了？那，你有没有打电话给他？打了，可是打不通。他有没有打电话回来呀？就是没有，我才很担心。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啦？阿明呢？他今天晚上值夜班。妈妈，我是不是应该打电话给他？打电话给他干什么？他在值夜班又不能出来，要是他一时心急出了什么事，那不是害了他？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？伟雄要是出事，也是你造成的。康，哎，你叫他干什么？康啊，醒醒了，醒醒！等一下，祖。你姐啊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，她从来没有这样子过。现在已经是2点多了，你说该怎么办？哎呀，姐又不是小孩子，你怕什么？怕她不懂怎样回来啊？不是啦，她以前呢，只要超过10点没有回家，就会打电话回来。可是，哎，康，快！拜托，你起来打电话来！打给谁？你就打电话报警啊！报什么警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如果警察问我跟他讲 I don't know， 我不懂我姐在哪里啊？你就跟他说，你姐去她同学家做 project。妈，你不要这样啦！你知道她跟哪个同学做 project 吗？哎呀，你不用问他啦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只会哭死了，伟雄就会回来。哎呀，妈，你少说一句啊！你没有看到他已经急到这个样子啊 ？OK 了，妈，我去找姐了。你要去哪里找啊？他学校咯。学校这么迟了，会有人咩？有些大学图书馆都是开通宵的吗？你小心一点啊！哎，姐。兄，为什么你这么迟才回来？哦。大家决定把 project 做完才离开。那你为什么没有打电话回来？我手机没电了。兄，你
喝酒啦？一点点。你做 project 为什么要喝酒的？好了啦妈，不要念了啦。姐又不是小孩子，要喝一点酒不会死的。该做什么做什么，我要睡觉，累死了。大惊小怪，害我一泡尿啊，忍了半天都忘了尿啊。Hello, David， 嘿嘿，好久不见嘞没有，我是打算跟你借3、4千块钱而已。我，哇，需要这样讲话吗？以前当兵的时候，我每次帮你做night duty的嘞。啊 ，OK， 跟你借一起。Hello， 这人叫 brother。叶小一。你这混蛋！这做什么呢？臭不臭？哪里会臭不了多像？那为什么每个人叫我臭口王？哇，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？你每次用 ABC 到 XYZ 26个字母问候人哦。我说 ABC 到 XYZ， 那是因为我一肚子的气。我从刚才做到现在，我有说一句粗话没？哇！你一来就问候我，你叫我混蛋。混蛋是粗话啊？你说不是就不是。你这混蛋，卖我这串宇宙猪2888，我只收你200块钱呢。你说带了这串宇宙猪包中都500万啊？我是讲有机会中，没有讲包中你会榴莲包吃嘛？哎，我真的有点事情，我要先走了。叶小英，你要怎样嘞？哎呀，谢谢你啊！我没有中500万，可是我却在赌船上赢了这个数目。5000了啊！5000，我早就臭口问候你啦。那就是5万，5万加个0，哇，50万了。放手 ，sorry， 我太兴奋了。需要那么兴奋吗？我赢了那么多钱，全靠你这串宇宙猪啊！是不是？我都讲了咯，这串宇宙猪跟你有缘吗？哎，等一下，剩下2688，你要还给我啊？那当然。哎，你还有没有宇宙猪啊？有，还有8串呢。哎，先声明啊，上次卖你那么便宜，是因为看在我们2个是朋友份上，我这次不可以卖那么便宜喽。那当然啦，多少钱？你开个价。1串2万 ，no discount。1串2万，8串16万。哇！这，大家这样熟，我再给你，我痛杀。却像按了循环键，让我全手困在原地，到灰心到底。你在我身旁无语，陪我在情绪里淋雨，成为